你是否经常受到关节疼痛、肠胃不适或皮肤莫名发痒的困扰？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毛病，其实背后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元凶，那就是慢性发炎。慢性发炎被称为健康的隐形杀手，它不像急性发炎那样声势浩大、症状明显，而是像一把闷烧的野火，在我们体内无声无息的蔓延，最终它可能引发各种疾病，从关节炎、肠胃炎这些让人日常困扰的小毛病，到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，甚至癌症、失智症等重大疾病，都和它脱不了关系。既然慢性发炎如此可怕，我们该怎么对付它呢？难道要吃药消炎一辈子吗？科学家们发现，答案藏在我们每天早晨的餐桌上。哈佛大学最新的一项研究指出，吃对早餐竟然能将全身性的慢性发炎指标平均降低将近 40%。 换句话说，只要每天早上选择正确的食物，就仿佛给体内带来一支消防队，从一天的开始就帮你扑灭体内潜藏的炎症之火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令人惊讶？今天我们就要深入探讨慢性发炎的危害，以及介绍5种经哈佛研究认证，堪称神级的抗发炎早餐。每天早上吃下它们，就能帮你从根源灭火，赶走慢性发炎对健康的威胁。首先，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慢性发炎，以及它为何对健康造成如此大的破坏。发炎、炎症其实是人体的自然防御机制之一。当你受到外伤、感染细菌、病毒等时，身体会启动免疫系统，派出免疫细胞对抗入侵者。同时，受伤部位会出现红、肿、热、痛等症状，这就是急性发炎反应在起作用。急性发炎就像消防队扑火一样，短时间内解决问题，保护我们的身体。然而，如果消防队一直不撤退，火势持续慢烧怎么办？当发炎反应长时间存在，不退却时，就变成了慢性发炎。慢性发炎不像急性发炎那样有明显的症状，它可能持续数月、数年，甚至数十年都在体内阴然。例如，你的关节里可能一直有轻微的炎症在破坏软骨，导致关节炎。你的肠道黏膜可能长期处于发炎状态，可能引发肠胃炎或肠燥症等消化问题。你的皮肤免疫反应过度，可能造成湿疹、皮肤瘙痒。更糟糕的是，这种慢性发炎常常毫无征兆，不知不觉就对身体造成累积伤害。科学研究已经证实，长期的慢性发炎和多种严重疾病息息相关。举几个例子，心血管疾病如动脉硬化、心肌梗塞，与血管壁的慢性发炎有关。第二型糖尿病则与全身性的慢性低度发炎息息相关。甚至失智症和癌症的发生都被认为与体内持续存在的发炎环境有关。医学界甚至有一个专有名词炎症老化，形容的就是慢性发炎会加速衰老，使许多老年疾病提前找上门。可以说，慢性发炎就是埋藏在体内的隐形火种，一旦条件合适，就可能酿成疾病的大火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现代人会普遍存在慢性发炎的问题呢？原因之一就是现代生活方式。饮食上，许多人长期摄入高糖、高油、高度加工的食物，例如精致面包、甜点、含糖饮料、加工肉品等。这些促发炎食物会扰乱我们的代谢和平衡，引发体内发炎物质增加。有研究长期追踪超过10万人，发现爱吃这类食物的人，他们血液中的发炎指标普遍较高，罹患癌症、中风、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也明显增加。换句话说，人如其时，你的饮食习惯几乎决定了身体的发炎程度。另一个关键因素是肠道健康。现代医学发现，我们的肠道可能是慢性发炎的源头之一。肠道里住着数以兆计的细菌，被称为肠道菌丛。当肠道菌丛的生态失衡时，有害菌占了上风，就会产生各种毒素和促炎物质，刺激肠壁，引发慢性发炎。而不健康的饮食，缺乏纤维，过多精制糖和油脂，会让有益菌减少，有害菌滋长，等于给身体埋下一颗发炎的地雷。此外，压力大、睡眠少、缺乏运动、环境污染等因素也都会推波助澜，让慢性发炎更容易出现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
难道我的身体里正在熊熊燃烧着看不见的火焰吗？别害怕，虽然慢性发炎无声无息，但我们是可以采取行动来对抗它的。其中最有效、最根本的方法之一，就是调整饮食习惯。而每天的早餐，就是我们扭转局面的黄金起点。俗话说，早餐要吃得像国王。早餐不只是提供一天的能量来源，更是调节生理机能，影响体内发炎状态的重要一餐。经过一整夜的睡眠，我们的身体处于空腹和修复的状态，这时候吃下什么，会直接影响体内各项生理指标，包括血糖、荷尔蒙以及发炎因子的水平。想象早晨的两种情境，第一种情境下，你匆忙抓起一个甜甜圈或夹着培根蛋的汉堡当早餐，配上一杯含糖奶茶，这种高糖高脂的组合会让你的血糖迅速飙升，又很快下跌，引发身体的压力反应。而加工肉品的添加物和过多的饱和脂肪则会刺激发炎路径。如此一来，你在一天的开始就给了身体一记发炎的耳光，免疫系统可能会变得更烦躁不安。第二种情境，你坐下来享用一碗加了坚果和水果的燕麦粥，配一杯温热的绿茶或者优格，再来一颗水煮蛋。这样的早餐富含纤维、抗氧化物和优质蛋白，能让血糖平稳上升，不会过度刺激胰岛素，同时提供给身体所需的抗发炎营养素，让免疫系统得到调节和支持。一天从一个稳定低发炎的起点出发，你的身体状态自然大不相同。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更给出了惊人的数据。研究中，科学家观察了众多受试者的饮食习惯与发炎指标，结果发现那些重视健康早餐的人，体内的慢性发炎程度明显较低。他们的血液检测显示，像 C 反应蛋白 CRP 这样的发炎指标浓度平均降低了将近 40%。 简单来说，每天早上吃对东西，就像给身体打一剂抗炎强心针，长期下来能显著减少慢性发炎对身体的侵害。相反地，研究也指出，不吃早餐或是很晚才吃早餐，都可能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。哈佛团队的一项长期追踪研究发现，经常不吃早餐的人，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高。而更有趣的是，他们还发现早餐时间太晚也不好。研究数据显示，每延迟1个小时才进食早餐，死亡风险竟然增加约 8%， 听起来是不是很吓人？原因在于，延迟进食会扰乱身体的生理时钟和平衡，引发类似饥饿压力的反应，可能促使发炎因子上升。所以啦，早餐该吃，而且要吃对，吃得早才能真正发挥保护健康的作用。那到底哪些食物才算是吃对呢？哪些早餐可以帮助我们对抗慢性发炎，为身体灭火呢？接下来就让我们揭晓哈佛研究认证的5种神级抗发炎早餐食物，它们各个身怀绝技，在你享用美味早餐的同时，悄悄地替你削弱体内的炎症反应。快来看看这5大抗炎英雄都是谁吧。1. 蓝莓，关掉发炎开关的蓝色小精灵。别小看圆滚滚蓝紫色的蓝莓，它可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抗发炎宝藏。蓝莓中富含一种强力的植物化合物花青素，这正是蓝莓呈现蓝紫色的原因。花青素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，能够中和体内有害的自由基，同时还具有抗发炎的作用。科学家发现，花青素可以影响细胞内的发炎路径，减少发炎性物质的产生，就好比直接关掉了体内引发发炎反应的总开关。事实上，不只是蓝莓，许多深色浆果类水果都对抗发炎有帮助。例如红樱桃、黑莓、草莓等都富含花青素和其他多酚。曾有营养学研究让受试者每日食用樱桃，结果发现他们血液中的 C 反应蛋白、CRP 等发炎指标显著降低，连带着关节炎症状都减轻了。蓝莓和樱桃一样，都是这方面的抗炎高手。想象一下，每天早上抓一把新鲜的蓝莓抛进嘴里，或者拌入燕麦、优格中，不仅酸酸甜甜开启味蕾，还等于给身体喝了一口灭火药水。蓝莓里的花青素和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 等营养会迅速地进入你的血液循环，在全身各处发挥作用，保护细胞免受发炎损伤。另外，有研究发现，
每天食用蓝莓还有助于提升大脑的记忆力和认知功能，这或许是因为蓝莓减少了脑部的氧化压力与发炎，让神经细胞更健康。更有趣的是，蓝莓对胰岛素敏感性也有正面影响。慢性发炎常和胰岛素阻抗、第二型糖尿病的诱因相伴而生，而蓝莓中的多酚能帮助调节血糖，使餐后血糖不上冲过快，如此一来也减轻了引发发炎反应的诱因。简单来说，早餐吃蓝莓一举多得，你既享受了美味，也获得了满满抗氧化、抗发炎的防护力。如果觉得新鲜蓝莓不易取得或太贵，冷冻蓝莓也是不错的选择，营养几乎不打折。而除了直接吃，你也可以把蓝莓加入全麦面包、燕麦饼干的面糊里，或打成蓝莓果昔当早餐。无论哪种吃法，小小的蓝莓每天坚持摄取一把，日积月累下来，它就像每天清晨派出的蓝色小精灵，帮你在体内到处巡逻，看到发炎的火苗就扑上去浇一浇，替健康守夜。2. 高纤燕麦，喂养肠道好菌的膳食纤维之王。第二位抗炎早餐英雄，看起来其貌不扬，甚至有点朴实无华，但它的内在可是相当了不起。没错，它就是燕麦，特别是味精高度精致的全谷燕麦，如燕麦片、钢切燕麦、超燕麦片等，其中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营养素。燕麦里有一种可溶性纤维非常出名，叫做贝塔葡聚糖。这种纤维在肠道中会形成凝胶状，减缓糖类的吸收速度，稳定餐后血糖，避免血糖剧烈波动引发的发炎反应。同时，贝塔葡聚糖还能帮助降低胆固醇，对心血管健康有益，间接也减少了发炎因子的来源。更厉害的是，燕麦的纤维是肠道益生菌最爱的食物之一。想象我们的肠道就像一座生态花园，益生菌是里头的好花草，坏菌则是杂草，而膳食纤维就像肥料，只会喂养好花草，让它们茁壮，却不利于杂草生长。当你每天早餐来一碗高纤燕麦时，其实就是在帮肠道里的益生菌加油打气。这些好菌吃得饱饱的，数量增加，能帮助你抑制坏菌。同时，好菌在代谢纤维时会产生一些对人体有益的代谢物，例如短链脂肪酸，像是丁酸。这些物质可以修复肠道黏膜，降低肠道的发炎反应，甚至进入血液后，在全身发挥抗炎效果。有研究指出，每天摄取足够的全谷杂粮，如燕麦、糙米等，可以显著降低体内发炎标志物，例如降低 CRP 浓度。哈佛公卫学者建议，成人每天至少要摄入48克以上的全谷物。如果习惯了白面包、白馒头当早餐，不妨试着用燕麦来取代一部分精致谷物。一开始你可能觉得燕麦粥口感平淡，但其实燕麦可以变化出很多美味吃法，例如加蜂蜜和肉桂粉，有自然的甜香，或者加入香蕉片、坚果和一匙花生酱，增添丰富口感。你甚至可以将燕麦和鸡蛋混合搅拌，煎成燕麦蛋饼，创意搭配下，燕麦一点都不无聊。最重要的是，当你每天早晨吃下燕麦时，要知道自己不仅仅是在填饱肚子，更是在默默地改善体内的环境。燕麦为肠道注入健康，肠道又作为免疫的大本营，帮助调节全身的免疫反应，减少慢性发炎。可以说，燕麦就是你体内抗炎战争的后勤补给官，持续提供弹药、纤维，让益生菌这支正义军队壮大，从源头肠道触灭火，让全身的发炎火势难以蔓延。另外，燕麦中含有一种独特的抗氧化物质燕麦生物碱，具备抗发炎和止痒的作用。这也解释了为何燕麦常被用于制作护肤浴或乳液，来舒缓湿疹引起的皮肤炎症。吃进肚子里的燕麦同样能借由这些成分帮助对抗体内的慢性发炎。3. 天然发酵食品，益生菌带来的肠道镇定剂。提到肠道益生菌，除了给它们肥料、纤维，我们还可以直接摄取益生菌。于是第3位抗炎早餐英雄就登场了，它们就是各种天然发酵食品。在早餐中，我们常见的发酵食物有，例如优格、酸奶、瑞典优酪乳，以及东方传统的泡菜或腌制酸菜等等。别小看这些发酵食物酸酸的味道，其中蕴藏着大量的友好细菌，
当我们吃下发酵食品，等于补充了一批新鲜的外源部队到肠道，帮助维持菌虫平衡。举例来说，一杯优格就含有数十亿剂的益生菌，如乳酸杆菌、双歧杆菌等，它们进入肠道后会定居在肠道黏膜上，与有害菌争夺地盘，同时分泌乳酸、醋酸等物质抑制坏菌生长，结果就是肠道里的坏分子变少了。好，细菌唱主角，肠道的发炎状态自然降低。不仅如此，益生菌还能调节肠道免疫，它们仿佛和人体免疫系统对话，让免疫细胞不要对无害的东西大惊小怪，减少不必要的发炎反应。这对于预防过敏和自身免疫疾病很重要。在许多研究中，补充益生菌都显示出了降低发炎指标的好处。例如，有临床试验发现，经常摄取优格的人，血液中的某些促发炎物质的水平较低，还有助于改善肠漏症。肠道屏障功能不佳，会诱发慢性发炎。泡菜这类发酵蔬菜则除了益生菌，还富含植化素和纤维，同样对抗发炎有加分。韩国人传统饮食中，泡菜几乎餐餐不离。研究显示，这可能也是韩国人某些疾病发生率较低的原因之一。不过，前提是泡菜要适量食用，且盐分控制得宜，否则摄盐过多也会带来负担。所以，早餐中加点发酵食物绝对是聪明的选择。你可以来一杯无糖的希腊优格，搭配水果和坚果，或者自制一杯水果优格，西江蓝莓和优格一起喝下肚。你甚至可以在全麦三明治里夹一小撮酸菜或泡菜来提味。如果你喜欢亚洲风味，早餐来一碗味噌汤也是极好的。要知道，味噌也是发酵黄豆制成的，富含益生菌。而一份韩式泡菜煎蛋饼，将第4位和第5位英雄结合在一起，更是别有风味。总之，发酵食物就是那位为你镇定肠道的魔法师，让肠道的炎症之火降温熄灭，不再四处燃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除了优格和泡菜，你也可以在早餐中摄取其他发酵食品，比如加入一匙味噌、日本大豆发酵酱、调味汤品，或来一杯含益生菌的康普茶、红茶菌饮料，代替含糖饮料。这些变化能为你的抗炎早餐增添新意，同时持续提供益生菌的好处。4. 奇亚籽，植物 Omega-3 与纤维的小炸弹。接下来登场的是一位体型微小但威力强大的选手，他就是奇亚籽。这些黑色或灰色的小种子遇水会膨胀，形成凝胶。或许你在奇亚籽布丁、奇亚籽饮料里见过它们的身影。别看奇亚籽其貌不扬，它可是富含多种对抗发炎的营养素，包括 Omega-3 脂肪酸、大量膳食纤维以及多种抗氧化的多酚化合物。先说 Omega-3。Omega-3 脂肪酸是一种对人体非常重要的不饱和脂肪酸，具有抗发炎、保护心血管、滋养大脑的作用。我们常听说深海鱼富含 EPA、DHA 这类 Omega-3， 但奇亚籽身为植物，却含有丰富的阿尔法、亚麻酸、ALA， 这是 Omega-3 的植物来源。ALA 在体内可以部分转化为 EPA， 同样能发挥抗发炎效能。有研究指出，摄入富含 Omega-3 的食物可以抑制促发炎物质，如前列腺素、白三烯的合成，长期而言降低体内慢性发炎的程度。奇亚籽正是植物界 Omega-3 的优秀来源之一。2大匙奇亚籽所含的 ALA 相当于一小片鲑鱼的 Omega-3 含量。再看纤维含量，奇亚籽将近一半都是膳食纤维，而且多属于可溶性纤维。这些纤维和燕麦的作用类似，能帮助稳定血糖，喂养肠道益生菌。同时，因吸水膨胀形成凝胶，奇亚籽能增加饱足感，避免你在早晨摄入过多高热量食物而引发代谢负担。饱腹且平稳的血糖意味着压力荷尔蒙，如皮质醇不会过度分泌，对抑制发炎也有帮助。此外，奇亚籽还提供了植物性蛋白质以及钙、镁、铁、硒等矿物质和抗氧化营养素。可以说，小小一颗奇亚籽营养密度极高，因此有人把它列为现代超级食物之一。那么在早餐里该如何享用这位抗炎小英雄呢？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1-2匙奇亚籽加到燕麦粥或优格碗里，静置几分钟，让它吸收水分变得柔软。
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，但却实实在在的摄取到了营养。如果喜欢有口感一点，可以撒在沙拉上或全麦吐司抹酱上作为点缀。另一个热门吃法是奇亚籽布丁。前一晚把奇亚籽混合牛奶或豆奶，加入一点蜂蜜或水果块，放冰箱冷藏1夜。到了早上，它会变成绵密的布丁状，口感滑顺，风味清甜，直接当早餐十分方便。你可以再搭配一把蓝莓提升风味和抗氧化力，一杯奇亚籽布丁下肚，仿佛吃进一个小小的营养炸弹，会在体内慢慢释放能量和抗炎物质，为你一整天的健康打下坚实基础。另外，如果手边没有奇亚籽，富含 Omega-3 的亚麻籽，需研磨后食用，或核桃也可以在早餐中搭配，发挥类似的抗炎作用。只是奇亚籽相对没有特殊气味，口感温和，食用起来非常方便，因此才会成为风靡全球的养生食材哦。5. 鸡蛋，营养全能选手提供关键资源。最后出场的这位英雄可是早餐界的常客，也就是鸡蛋。你可能好奇，鸡蛋不就是很平常的蛋白质来源吗？它也能算抗发炎食物。事实上，鸡蛋的营养价值非常高，被誉为自然界的全营养库。除了维生素 C 以外，鸡蛋几乎含有我们人体需要的所有营养素。适量食用鸡蛋不仅不会引发发炎，反而能提供身体修复和对抗发炎所需的原料。首先，鸡蛋富含优质蛋白质，蛋白质是构建我们身体细胞和组织的基本原料。免疫细胞的修复、抗体的制造、组织受损后的愈合都需要充足的蛋白质供应。如果早餐缺乏蛋白质，可能导致血糖短时间内忽高忽低。因食物全是碳水化合物，身体容易进入饥饿压力状态并引发发炎。而一颗鸡蛋约含6克高砷物价的蛋白质，早上吃一颗水煮蛋或荷包蛋，就为你提供了稳定血糖和组织修复所需的武器。蛋白质还能带来高度饱足感，让你不易在午餐前饿得受不了而乱吃甜食，间接避免了发炎因子因高糖饮食而上升。再看看鸡蛋的蛋黄，里头藏着许多抗炎营养素，比如蛋黄富含维生素 D， 若饲料有添加或鸡只有充分日照，一颗蛋可提供每日所需约1成。维生素 D 具有免疫调节和抗发炎作用，缺乏维 D 的人往往发炎指数较高，免疫失衡。鸡蛋还含有 Omega-3 脂肪酸，特别是未食亚麻籽的高 Omega-3 鸡蛋，抗发炎效果更佳，以及强大的抗氧化物质如叶黄素、玉米黄素。这2种类胡萝卜素不仅对眼睛有益，也被证实有助降低体内的发炎水平和氧化压力。有人或许听说发炎期间不能吃鸡蛋，担心吃蛋会发闽南语中只引起发炎或过敏的意思。其实多项研究已替鸡蛋平反，适量摄取鸡蛋并不会显著提高炎症或心血管疾病风险。相反地，在一项针对成人的实验中，每天吃1颗蛋的人，体内的炎症标志物并没有升高，有些抗炎指标如特定介白素甚至略有改善。此外，美国最新的饮食指南也已取消对膳食胆固醇摄取的限制，这意味着对大多数健康成年人而言，每天1颗蛋是安全无虞的。鸡蛋富含的胆碱对大脑和神经系统发展很重要，还能帮助降低体内一种与发炎相关的指标同型半胱氨酸，对心血管健康有益。总的来说，鸡蛋在早餐扮演着全能支援的角色，它提供关键的蛋白质和抗炎微量营养，帮助身体建造一层保护膜。在我们的抗炎早餐阵容中，鸡蛋就像一个稳定军心的队长，有了它镇守，你可以放心的让前面那些水果、谷物、种子和发酵食物发挥作用，而不必担心营养不均衡或火力不够。加颗蛋既满足口腹之欲，也给身体满满的正能量去对抗潜伏的炎症。除了以上介绍的5种食物，其实自然界还有许多具有抗发炎效果的好食材，例如富含健康脂肪的酪梨、牛油果和特级初榨橄榄油，含有儿茶素的绿茶，甚至适量的黑巧克力与咖啡，都蕴含对抗发炎的抗氧化成分。只是我们挑选的这5种特别适合在早餐中食用，容易取得且方便搭配，可以说是平民版的超级抗炎食物。
至于像姜黄、生姜这类广为人知的抗炎香料，或富含 Omega-3 的深海鱼，它们对健康也很有益，但通常更适合在午餐或晚餐出现，早餐未必好消化或易于加入。因此大家可以灵活运用，在一天不同餐点中均衡摄取多元的抗炎食物，整体的饮食习惯才是关键。少吃促发炎的垃圾食物，多吃天然新鲜的食材，长期下来，你就能全方位的降低身体的慢性发炎状态。也许你会想，早上要吃这么多东西吗？其实灵活搭配，融入日常才是关键。你未必要每样都摆上餐桌，但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巧妙结合，让每一顿早餐都成为帮助你灭火的良药。比如说，如果你喜欢中式风味，可以这样安排：煎一个荷包蛋，同时准备一碗燕麦粥，用糙米燕麦熬煮，加点地瓜提升风味和纤维。粥里撒上一把蓝莓，旁边再来一小碟韩式泡菜作为开胃的小菜。一顿带有东西方融合风味的早餐就完成了。这样的早餐既有谷物纤维，又有水果的抗氧化、发酵菜的益生菌，外加蛋白质的资源。吃完后你会发现肚子饱满又不会有负担，精神也更加饱满稳定。如果你偏好西式早餐，也可以试试这个组合，用优格取代牛奶当作燕麦的汤底，加入燕麦片后撒些奇亚籽，让它们稍微吸收水分变得柔软，再放上一大把蓝莓和几片香蕉，淋一点点蜂蜜或撒些肉桂粉调味，一旁配一颗水煮蛋或炒蛋，这就是一道香甜可口的优格燕麦水果碗配蛋，营养均衡又抗炎满分。酸酸甜甜的水果搭配浓郁顺滑的优格，每一口都有不同层次，而奇亚籽在其中悄悄提供了 Omega-3 和纤维，让你不知不觉就吃进对身体有益的元素。当然还有更多变化等你去发掘，比如全麦面包夹蛋和酪梨，牛油果，再配一杯绿茶和一把蓝莓，或者来一杯绿色蔬果奶昔，加入羽衣、甘蓝、香蕉和优格，搭配燕麦煎饼卷泡菜炒蛋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创意就是你的武器，重点是确保早餐中包含了水果或蔬菜、全谷杂粮、发酵食品、健康脂肪、坚果种子以及蛋白质等元素，并学会多样搭配。久而久之，你的味蕾会爱上这些清新天然的滋味，你的身体更会爱上那种轻盈有力的感觉。每天早上花点心思为自己准备一份抗炎早餐，不仅仅是在吃一顿饭，更是在为你的健康进行一场长期的灭火行动。一开始你可能看不到明显的变化，但坚持下去，几周或几个月之后，你可能会发现一些惊喜，关节好像没那么僵硬疼痛了，肠胃变得更舒畅，很久没有无故胀气或胃痛了，皮肤状况也稳定了，脸上的泛红和小疹子减少了，这些都是慢性发炎在退场的信号。甚至在更长远来看，你的健康检查报告也会更加亮眼，医生会发现你的发炎指数降低了，各种慢性病风险指标也改善了。降低慢性发炎就等于减缓衰老的进程。有专家推测，如果一个人能长期把体内慢性发炎维持在很低的水平，那么他的生理老化速度将显著放缓，罹患与年龄相关疾病的几率大幅下降，寿命有望延长许多年。换句话说，每天早上当你吃下抗炎早餐，就是在为未来多活几年甚至几十年而投资，这一笔账真是划算极了。最后，让我们记住，抗发炎并不只是为了治病，更是为了预防疾病，维持整体的健康活力。透过调整饮食，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身体的消防队员，在问题变大之前，先把火苗浇熄。现在你已经知道了5种神奇的抗炎早餐武器，就从明天开始善用它们吧，给自己来一份美味又营养的早餐，让蓝莓、燕麦、发酵食物、奇亚籽和鸡蛋在你体内各司其职，筑起一道抵御慢性发炎的坚固防线。日复一日，你将远离那些困扰你的关节疼痛、肠胃炎症和皮肤问题，也远离那些潜伏的重大疾病风险。毕竟，健康是每天一点一滴累积的，从每天清晨的第一餐开始，我们就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健康走向。现在就让我们跟慢性发炎说再见，迎接一个充满能量与活力的崭新自己吧。每一天的早晨，
都为身体加上一把对的柴火，让余生燃烧的不再是炎症之火，而是旺盛的生命活力。